朋友们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唐韵。他走了，但风暴还在。这几天从台北传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金马奖的追思影人名单里面疑似出现了于朦胧3个字。这个消息一出，全网炸开了，有人激动地落泪说，对岸抹去你的名字，台湾会替你留下。也有人说，这是华语影坛最温柔的一次反击，这不只是追思，更是对记忆被消音的反抗。就在粉丝们热议的同时，北京那头却传来了令人毛骨悚然的传闻。有邻居声称，听见于朦胧在临终前最后一句话说的是“快走，他们会对你下手的”，一句话瞬间点燃了整个中文网络。还没等真相厘清，英国的灵媒又爆料说，另外一位男星郭俊辰恐怕也出事儿了。他说他抽牌时接连出现了危险、谋害的符号，直播间瞬间惊叫一片，粉丝急忙晒出机场影片，澄清他平安无事。但画面中的人被怀疑根本就不是郭俊辰本人，真实与假象开始交错成更深的谜团。就在这样的压力下，网络被封，留言被删，但是人们没有沉默。有人在墙上、在电车上、购物车里贴出他的照片，有人刷爆直播间，只为那3个字“于朦胧”。而那个原本属于冷战年代以金门和马祖命名的奖项金马奖，如今呢却成了对抗遗忘、对抗恐惧的象征。从前线的军号到今天的烛光，这场风暴早已超越了娱乐圈，它不只是一场纪念，更是一场对抗黑暗的记忆反攻。接下来我们要讲的不只是金马奖的乌龙名单，而是一段横跨政治文化与良知的真实故事。金马奖即将在11月22号登场，但最近网络上突然疯传说于朦胧的名字出现在了第62届金马奖的追思影人名单上。这个消息一出来立刻引爆了两岸的社群平台，很多支持于朦胧的粉丝都非常的激动，纷纷留言说，对岸抹去你的名字，台湾会替你留下，朦胧回家了，金马会记得你，大陆将你除名禁言，台湾亮明于朦胧，这就是台湾的爱。很多人都说金马奖真的好温暖，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甚至有网友表示，就算多年没看金马奖，今年呢也会为了这个追思的片段来锁定观看。面对网络上的沸腾，金马影展执行委员会在11月5号紧急出来回应了。他们发声明澄清说，目前社群网络上关于逝世影人的内容并非本会官方发布之资讯。执委会强调，颁奖典礼的节目还在筹备，网络流传的版本并不正确，最终的名单要到典礼当天才会公布。虽然官方出面否认了网传名单，但语气仍然留有余地，并没有完全封死。为何一则关于金马奖的传闻能引发如此巨大的情感能量？要理解这一点，就必须深入探究金马奖本身。它不仅仅是一个奖项，更是一部浓缩的华语近代文化政治史。许多人可能以为金马奖的名字得名于金色的马，但其真实的起源根植于冷战的铁幕之下。金马2字源于2个中华民国的军事前线外岛金门和马祖的自首。金马奖于1962年由台湾的行政院新闻局创办，根据任当时新闻局长沈建宏的说法，以金马命名，目的是鼓励中华民国电影业界能够效法前线国军官兵们坚强奋发的精神，努力开创新的局面。
这便构成了金马奖历史上最大的反讽。金马奖的诞生带有强烈的政治宣传和军事激励的色彩，其最初的目标是奖励国语影片，以在文化领域对抗中共。它是以一个对峙前线命名的奖项。但如今呢，中国大陆的粉丝却反过来将这个奖项视为包容与温柔的象征，用以对抗他们所感知的来自大陆官方的审查与抹除。其实这个根源于政治性排他的奖项，早已演变成了能够跨越政治鸿沟，汇聚两岸三地电影人的文化桥梁和艺术圣殿。这段从政治前线走向文化包容的演进，正是金马奖的核心价值所在。朋友们，接下来是一段工商时间。有一位朋友说，他在旅行的途中睡不着，凌晨2、3点才能够昏昏入睡。但是他吃了红海参之后，当天晚上头一沾上枕头就睡着了。还有一位朋友说，出门在外他认床睡不好觉，但是吃了一条红海参凝胶，那天晚上他睡得特别香。这个产品是用当地海女亲自下海采摘到的珍稀红海参做成的，配方呢就是90%的深海野生红海参，再加上10%韩国红参，再加上纯天然的蓝莓原液，透过专利发酵做成果冻口感的口服凝胶，清爽不腥，还带有果香。红海参本身含有18种氨基酸、天然胶原和活性钙，不仅能促进细胞修复、延缓老化，还能够补钙造血、改善气色，对气血虚弱、高血压、肝功能差或免疫力低下的人都很有帮助，非常适合长辈、成长期的孩子、加班族等等。而且一盒30支，带着走非常方便，早上空腹吃或者是运动后随手拆开就能吃，冰过之后吃起来口感更特别。建议大家趁我们现在还有货，赶快下单，不然等我们缺货的时候就要等很久。我的一位朋友怕断货，干脆一次就囤10盒。建议大家点击描述栏的购买链接，输入优惠码大师局的拼音，就可以享受85折优惠。中国大陆2盒起卖，4盒包邮，购满70美元美国本土包邮，满260加币加拿大包邮。金马奖是全球第一个华语电影奖，在它60多年的历史中，已经成为华语电影界最具影响力与代表性的电影奖项之一。它被广泛地誉为是华语界的奥斯卡金像奖，并且获得美国影艺学院的认可。金马奖的崇高地位不仅来自它的历史悠久，更关键的是，它在1990年代后逐渐转型，从一个由官方新闻局主办的奖项转交给由独立的专业机构运作，而这成为了金马奖能够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始终维持其公信力与艺术标准的基石。这一次在于朦胧事件中，粉丝们反复提及金马奖的包容。这种包容并非是一个模糊的情感词汇，而是体现在金马奖竞赛规章的演进与定义中。金马奖在创立之初，严格限制为国语影片。第22届金马奖把国语影片简化为国片，拓宽了参选范围。第33届金马奖的规章改革是历史性的，执委会宣布，凡是华语为主要发音语言，包括台语及其他地方语言的影片，无论你的出品国、资金结构或者是演职人员的国籍，都可以报名参赛。这是中国大陆电影首次被正式纳入竞赛范围。第36届金马奖进一步的取消了参赛影片必须取得公映许可证，以及中国大陆影片必须经由大陆相关主管部门审核认可的规定。这一系列的改革就标志着金马奖主动完成了从政治定义到文化定义的转型，为其华语奥斯卡的地位奠定了制度基础。那么在当下，金马奖究竟如何精确定义华语电影呢？根据第62届金马奖的竞赛规章，它的标准是双轨制，影片只需要符合以下2项条件之一即可。
一个是语言标准，影片中1/2以上的对白必须是华语。此处的华语指的是华人地区所使用的主要官方语言或方言，不包括配音。创作者标准，对于剧情短片、纪录短片、动画短片，影片导演都需要是华人。对于剧情片、纪录片、动画片，影片的主创工作人员中，半数以上必须是华人。此处的主创工作人员被严格定义为15个奖项，包括导演、男女主角、男女配角、编剧、摄影、剪辑、音乐等。这套双轨制的标准极为高明，它既确立了以语言为核心的文化属性，又通过创作者标准为那些可能不以华语为主要的语言，比如在国际影展上大放异彩但由华人主导的电影，打开了参赛的大门。在理解了金马奖的历史结构与规章后，我们可以回过头来重新审视金马奖追思于朦胧传闻引发的第2轮的讨论，它到底该不该被金马奖追思呢？有影评人指出，于朦胧主要活跃在中国大陆影视圈，没有参与过台湾的作品，所以被纳入名单的可能性不高。但是支持的网友马上就找出了反驳的理由，他们的核心论点是，追思环节看的并非是否为台湾作品，而是对华语影坛的贡献度与影响力。支持者的论点并非空穴来风，金马奖的过往却有先例。2016年第53届金马奖在追思逝世影人的环节当中，包含了同样英年早逝的中国大陆演员乔任梁。2018年第55届金马奖不仅追思了轻生的中国青年导演胡波，他的遗作《大象席地坐》更是在当晚获得了最佳剧情长片大奖。时任执委会主席的李安在台上拥抱胡波母亲的画面，成为当届最感人的时刻之一。而网友也挖出，于朦胧和台湾其实是有渊源的。他曾经出演过台湾知名主持人蔡康永执导的微电影《纵身一跃》，而且他出道时还是由台湾的资深经纪人孙德荣培训的。目前仍有粉丝没有放弃，有人建议何不先动用我们自身的力量，写信请命试一试。他们呼吁大家去金马官网理性请愿，希望官方能看在众多网友的期待下做出考虑。金马奖的争议还在烧，但与此同时，关于案件当晚的更多细节也被曝光了。风水师马仙在他的自媒体节目当中透露，他认识于朦胧的邻居很多年。这位邻居向他还原了事发当晚的情况。邻居说，事发当晚北京阳光上东小区的人其实全都知道，而且动静闹得很大，时间还拖得特别长，从前一天晚上的8、9点钟就一直在闹。邻居透露，他的楼下停着警车，有人出入，还有不知道是医院还是警车的闪灯，但这些居民都不敢靠近，因为听说底下有警察。这位马仙还表示，事发后那个小区的人全部都迅速搬离了，租房的不租了，自己房子的也扔在那儿不要了。现在那个小区已经被形容为著名的凶宅小区。这也印证了之前的消息，事发后阳光上东社区竟然有多达93户二手楼同时挂售，价格从1150万到1650万人民币不等。这种住户集体急着脱手的诡异行径，让人很难不联想到底发生了多可怕的事。而最让人心碎的是另一则邻居的爆料。有网友在 X 平台上披露，于朦胧的邻居说，当时看到于朦胧受伤，想要去帮他和报案，结果于朦胧对他说，快走，他们会杀了你。网友们看到这段话都非常心痛，感叹说，一个人在生命最垂危的当下，不是先求救，而是担心他人的安全。他真的是用生命诠释了善的极致。
这也让人回想起网络上流传的事发当晚有3名女性目击者亲眼见到于朦胧遭到极端对待，大喊哥哥逃逃逃，救救我，还夹杂着陌生男子的叫嚣声。但据传呢，这3名女性随后也疑似遭到了灭口。于朦胧的案子还没有水落石出，现在又传出有另外一名男星可能也遭遇了不测。就在11月5日，英国灵媒 William 在直播中声称，他通灵郭俊辰的相关资讯时，抽到的卡片是谋杀和死亡。他因此认为郭俊辰已经遭到不测，这个消息吓坏了所有人。此前外界就担心他会变成下一个于朦胧，因为网友发现他和于朦胧有很多共通点，外形呢都是属于白净小生的类型，被认为是权贵们下手的目标。郭俊辰也与宋伊人合作过，而宋伊人被认为是于朦胧案的帮凶之一，还被挖出有红3代的背景。郭俊辰名下的公司商标分类竟然在第13类，那就是军火烟火，这让网友怀疑他的名字是不是也跟于朦胧一样被拿去开了人头公司。更可怕的是，郭俊辰不久前的生日直播中，经纪公司送给他的是有5个血红色寿桃的蛋糕，这被指是暗示他无路可逃。不过郭俊辰的粉丝立刻晒出了证据，有粉丝发出郭俊辰在11月5号那天戴着口罩现身机场，还跟粉丝打招呼的影片来驳斥这个传闻，但这并没有平息争论。马上有人怀疑这个机场照片中的人根本就不是郭俊辰本人，只是长得很像的替身。目前这件事还在论战中，我们希望郭俊辰是平安的，但在于朦胧案的阴影下，也难怪粉丝们会如此恐慌。于朦胧离世后，中共官方迅速用意外结案，甚至还逮捕了3名所谓散布谣言的网友。但这个案件疑点重重，官方的说法网民们根本不买账，纷纷当起了侦探，试图揭开背后的真相。网民的讨论持续遭到压制，但当局却没有办法封住悠悠众口。在11月3号，北京举行了微博世界大会，现场星光熠熠，黄晓明、杨幂这些大牌明星都去了。官方宣称，这场行业盛典集结100余位剧综行业的演艺工作者及幕后中坚力量。但是在这场行业盛典上，整个直播间却被于朦胧这3个字疯狂地洗版，这就是民意。更让人感动的是，知名的自媒体人财经冷眼发出视频，画面中国内的网友们正自发地组织起来，在公共场所的墙上，在电车上，在汽车的后面，甚至在商场的购物车里张贴于朦胧的海报。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更多人关注于朦胧的冤情，给中共施加压力。在一个连讨论都可能被抓走的地方做出这些行动，需要多大的勇气？财经冷眼说，国内的网友还在继续坚持，我们在海外相对来说还比较安全，有什么理由放弃了？是的，我们没有理由放弃。从直播间冲塔再到线下勇敢贴海报的人，我们看到的是，即使在最黑暗的压制下，人们对公益的渴望也从未熄灭。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这件事件还远没有结束，我们会和大家一起继续关注。请大家帮忙分享这支影片，让更多人关注于朦胧案。这里是大事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欢迎您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让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